挑動台灣問題，相當於是在挑戰中日建交的基礎。所以為什麼剛才朝市早苗的那一段，他特別強調我們跟台灣之間都是民間的往來，甩鍋了。その時に私も具体的なことに言及したい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けれども、こと予算委員会でございます。我是在回答當時海上封鎖的相關提問，而且是安倍以前出來的，所以真的不是我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個是日本的前首相，也是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黨首野田佳彥，他對高市早苗的一個質詢。那這個質詢在全世界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啊，因為這一段時間中日爭端。先ほど100年の刑と申し上げましたけれども、100年経っても隣國であることは変わりませんので、お互いに引っ越し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這裡倒講的還蠻實際的，不管到哪裡，中日之間都是無法搬離開的。就很多人說，啊，那你個人一個發個獎啊，把台灣呢從太平洋西岸劃到東岸，是不是就事情就解決了，對不對？確實可以這麼說，但事實上就做不到嘛。私はですね、総理のご発言というのは、事前に政府內や自民黨內で調整をした上での発言では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好，他這裡呢，等於是借由這個質詢的方式，某種程度帶給高市早苗一個台階，因為可能就是幕僚作業不夠完善。既然日本跟美國是盟友，那日本應該跟盟友之間保持一致的模糊戰，因為呢，美國呢其實向來對於兩岸關係它是一個戰略模糊的態勢的。但是呢，唯獨日本啊明確表態了，並展開具體立場，也就是呢，日本對於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件事情呢，在高市早苗的說法之下，那就是一個緊急事態，那它可以動用所謂自衛權，也就是動武啦。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このように日中関係が悪化を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ついて。総理はどのような責任を感じ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か。其實歸結就一個東西，到底緊急事態這件事情，你要不要進一步做出回應？因為這造成了中日的激烈衝突，日中關係的兩國首腦會談就是什麼？就是習近平見高市早苗這件事情。當時談到什麼？戦略的互恵。建構全面戰略互惠關係啊，所以我才講啊，習近平見高市早苗這件事情本身，它是帶有一定程度的這種地緣政治的博弈性質在裡面，所以我認為它是有 Plan B。當初要見高市就知道高市可能會搞事，那我就必須要有一個 Plan B 放在桌上，那 Plan B 就是現在中國對日本的施壓。我認為習近平在賭啦，賭你一個極右翼首相能夠壓住極右翼。で、お互いに懸念や課題があった場合には、これ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首脳同士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こういったことを通じてですね、解決をしていく。好，這裡就搞笑了，你知道嗎？本來呢，日中見面啊，來推進全面來建構全面戰略互惠關係。結果呢，他的結論是可以透過兩國首腦直接的對話。可是問題來了。在這件事情上，請問高市早苗能夠跟習近平直接對話嗎？更加全面的良好關係，關係最大化。但你是在更加全面嗎？這就是說一套做一套，你講的跟你做的是不一樣的。所以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我認為這就是我的責任。但這個裡面有一個隱含，這一次高市這樣幹是利益最大化嗎？那從中國的反應來看，看起來對日本的利益是不利的。其實已經在鋪成一件事情了。就如果講這句話，也就是所謂的緊急事態論這件事，不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話，那它有調整的空間。所以你說高市很右嗎？它其實是戰略性的右翼。今殘念なのはですね、質問をした人が批判にさらされていると。野田意思說，我對這件事情，我提出了我的評論，跟你當下你所表達的，結果反而被罵了。発言者の責任が重た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發言者責任重大，發言者誰？高市早苗。所以雖然我質疑了首相對於緊急事態的表達言論被人家罵了，但是我認為啊，講這話的人要負責啊。私はですね、日本のトップが台灣有事の際に。様々な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巡らしていくと。我確實在各種模擬推演中對台突發事件事態中進行了多方面的考量。這是什麼意思？他還說，你作為一個領導人，你要多方的考量。いうことは私は大事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反過來什麼意思？你講這話是不是沒有多方考量？意思說，你作為自衛隊的指揮官，你應該更謹慎。有些話是不能說的。
持論をうっかり発言するという隨便發表個人觀點這件事ことはこれ軽率なことになると。很輕率哦，這個已經算是蠻重的一種指責了啊，尤其對日本首相，你為什麼做出如此表態、如此輕率的發言？這不是個人的發言哦，你不應該是有個人的發言哦。哎呦，這個指責真的是蠻重的。真實意圖，我想要問你。でこれは平和安全法制成立。好，這個時候呢，高手們來了一招啊。正如安倍首相在和平安全法制呢成立的答辯所述，所以呢，他等於是強調我是一個安倍路線，我沒有改變我的說法，我多次答詢都是這個回答，所以等於說呢，是再次的強調所謂危急存亡事態在台海的適用性嗎？這一次他倒是沒有明確的講到台海。その時に私も具體的なことに言及したい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けれども、こと予算委員会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から政府のこれまでの答弁。好，甩鍋啦！在這個原始的問答裡面呢，他最先開始的邏輯是什麼？當時是有日本的議員在問他的時候，其實講到說，如果日本是台灣有事的話，那具體的狀況，中國如果封鎖台灣，那屬於什麼狀態？然後他就以就是緊急事態來問來綜合做考量。所以呢，我其實是在回答當時海上封鎖的相關提問啊，而且呢，其實當時是預算委員會審議啊，我很忙，你知道嗎？予算委員會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から政府のこれまでの答弁，我只是把這部以往的答辯內容，而且剛剛把什麼搬出來？ただもう一度と單純的重複一遍，もう一度，然後特別講這是安倍以前在修法的時候就已經講出來的，所以真的不是我啦，我真的沒有啦。やはり國會議員，因為我本來沒有要打算打這個啦。國會議員の皆様は全國民の現場異音，你有沒有聽到？哎，你怎麼好像當時不是這個樣子哦？我已經盡力了，做出我真誠的回應了。真誠。哎，你看哦，這是他特別要提的哦，但需要重申的是，政府の見解と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ますが、実際に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必須針對實際發生的事態的具體情況。具體的な状況に即して政府がすべての狀況を総合して判斷す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も何度もお答えをしております。所以到底具體什麼狀況，我沒辦法跟你講清楚，到時候必須以當時政府的判斷來決定能不能夠啟動危急存亡事態。自衛權、緊急事態跟解釋權什麼概念？日本理論上只能自衛，不能進攻。可是它多了一個什麼？緊急事態就是危急存亡事態。如果遇到緊急事態的時候，我可以主動行使自衛權，所以這個就讓自衛權出現解釋性，就是我不是被動挨打之後我才能積極進取。好，可是問題是什麼是緊急事態呢？哪一個狀況適用緊急事態呢？他說日本的內閣擁有解釋什麼樣的樣態是緊急事態，所以這就形成什麼？我可以來定義我什麼時候使用自衛權，而且是主動使用自衛權，那是不是就變成一種進攻權？講到這裡也就算了，但更嚴重的是什麼？他再往前推一步，他把這個解釋權應用在什麼？台海，叫做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相當什麼意思？如果我今天我有解釋，我有發動自衛權，就是優先發動自衛權的權利，那我這自衛權還叫自衛權嗎？那叫做半攻擊權，等於可以在台海行使什麼部分進攻權，那你不就有部分的宣戰權利了嗎？台灣の法的地位や認定をする立場にはございません。好，所以呢，雖然我不就台海問題自衛權、緊急事態、解釋權到台海這個問題呢進行收回跟道歉，可是呢，你有沒有看他是話鋒一轉回來討論台灣的法律地位立場。首先日本政府官方跟台灣政府是沒有關係的，真的沒有關係，真的沒有關係。所以整體看完，高士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說，第一個，關於之前呢我所描述的緊急存亡事態呢，我沒有改變過說法。那至於現在呢，我只是重複了之前安倍首相時期的說法。而且我本來沒有要認真答的，當天呢，我們呢有其他的會，所以基本上呢，這個會呢，我只是按照過去的一個問答的方式再重申一遍，這不是我的一個重點，我怕妨礙到大家。對，那至於呢，但官方立場呢，其實就是我現在的立場所以這就是他整個的一個回答那關於野田佳彥的批判是說，你這樣回答是非常輕率，而且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那高市早苗相當於是撤回了之前的說法，因為啊，他等於是他不去討論台灣的法律位定位問題。那如果你不能討論台灣的法律定位問題的時候，那台灣有事，日本怎麼會有事呢？因為你連台灣是什麼你都不能定義啊。所以為什麼野田佳彥的意思說你相當是撤回原本說法？因為你把這個牌子拿出來看你就懂了。日本人其實在玩什麼？高市在玩一個人事解釋權嘛。他在這裡面的一個判讀是什麼？就是你必須要尊重二戰的框架，而這個是習近平講給川普聽的，而川普去給日本打電話。那你要不要按照這個框架去走呢？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具有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這3份構成了台灣的主權的架構。開羅宣言說什麼？你必須把東北、澎湖跟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第8條，開羅宣言的內容必須得到確切執行。日本天皇投降詔書，根據美中英蘇4國公告投降。4國公告就是波茨坦公告 ，OK， 所以你就把它對起來了。那這個對起來的過程當中呢，你日本不是因為舊金山合約，是因為前面這3個文件。那今天就有人爭論啦，就是說，那投降的對象是中華民國啊，干你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麼事情呢？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還沒成立啊，講得非常好。來，我們繼續看。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都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台灣地位問題早在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時就已經徹底解決。好，所以呢，1945年抗戰勝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號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所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好，說這話在台灣人聽來是很刺耳的。為什麼啊？你怎麼是唯一合法政府？難道中華民國不是合法政府嗎？來，2758號決議文跟我一起讀起來。來，這就不得不說啊，原本呢，在9·2共識的基礎上，我中華民國政府是打死不認1971年2758號決議文。為什麼？因為1971年2758號決議文，當時老蔣說了句漢賊不兩立，排我納匪案，林北北跟我退出不跟你玩。所以呢，我不認2758號決議文。9·2共識啊，也是在這個模糊的基礎上，兩岸各自於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沒有白紙黑字化，用口頭表述。可是我們偉大的賴清德他說沒有啊，2758決議文跟台灣沒有關係啊，沒有關係啊。所以既然沒有關係的話，中國你不得曲解2758號決議文。所以中華民國政府現在是認2758號決議文。為什麼我一再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只要強調2758號決議文他會贏？中華民國政府唯一一招就是什麼？我躲着不承認。所以我強調的是，不要去強調2758號嘛，要把它當成非法文件啊，你已經退出了，他沒有權利管轄你啊，對不對？但有個傻逼啊，每天揪着2758決議文，你看裡面沒有寫台灣，你看哇，沒有台灣，大哥寫得很清楚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並且呢，立即把蔣介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及一切所屬組織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非法佔據，那代表什麼？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上，他說台灣是叛亂政權？上次在島見面會裡面，王小也給我來了這一句：你台灣是叛亂政權，因為你已經是非法代表。從國際法的看法裡面，你是非法代表，所以你不能玩啊，你不能承認啊，你不要看啊。我不聽不說不看，我至少退出不算數唄。所以早就說不能認了。但是我們偉大的賴場超愛這個2758決，你看裡面真的沒有台灣啊？不是，你最近都講了黃百韜將軍了，你講黃百韜將軍相當於什麼意思？相當於承認今天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政府的繼承啊，這個跟你們過去的台獨的說法不一樣。台獨的說法是，哎呦，我們不要被中華民國內戰捲入，我們跟中華民國沒有關係。台灣是台灣，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愛哪去哪去，台灣是台灣，所以台灣跟2758號沒有關係，是因為自始至終跟中華民國政府沒有關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明確，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來，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來又要來一次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又名中日聯合聲明，中日4個政治文件之一。日方痛感日本國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損傷，責任深刻反省。這就是什麼？就是日本對二戰的反省。所以中國為什麼心心念念不斷在提醒日本人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啊，不要忘記什麼中日4個政治文件啊，中日聯合聲明啊。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附加3原則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表示歡迎。什麼東西呢？來，重點這裡哦。日本聲明公布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也就是在附和2758號決議文裡面，因為聯合國被非法的老蔣政權給竊佔了，所以呢，我要來恢復一個正常狀態。什麼正常狀態呢？就是一個合法政府跟另外一個合法政府之間正常的交往事態。所以代表2758號決議文的殺傷力之大，它一下去，中華民國政府跟所有全世界政府、所有國家的政府的外交關係，在聯合國端都屬於一個不正常狀態。好，再來，有人說，那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大陸沒有對日本進行求償？很多人說都是老蔣害的，老蔣都沒有要日本賠償。這裡我要講一個可能大陸同胞不見得會舒服的話，因為第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其實我跟大家講，不管是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因為毛澤東沒有要賠償，所以有一些人一直怪蔣中正、蔣介石沒有要賠償，是當時的整個國際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非常需要日本的一個外交上的確認。所以以後呢，至少在歷史哥的頻道有一件事情我也可以跟大家再報告一下，就是至少我們達成一個共識好不好？因為我看這麼多大陸同學都知道，毛澤東當年親自定下日本不要賠償這件事，跟老蔣不要日本賠償這件事，兩個是同等重要，因為他們作為前後任中國的領導人。我們有一個共識，我跟大家說，就是我們不要再為這個爭吵了好嗎？我們兩岸多一點共識，两岸是同胞啊，各位。有充分国际法效力，且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約等双邊条約中明確強調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談，卻唯一突出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合約。我跟你講高市早苗玩這招啊，我本來還在想北京政府會怎麼懟，結果呢，北京政府呢不是懟，北京政府是講什麼？我跟你講歷史事實。你既然想聊舊金山合約，那我就順便突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到1971年的主權，加上國際法人中國這個國際法人的代表權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各位知道嗎？這件事情是有很多很多細節在裡面的。所以為什麼這個標題新華社的標題下的叫做外交部批高市早苗不思悔改錯上加錯，很多人中文都沒有看清楚。第3條叫做尊重中國政府這立場，但是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8條立場是什麼？開羅宣言必將實施。開羅宣言必將實施是什麼？日本所竊取之中華民國領土，例如東北4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那既然是這樣，歸還中華民國，然後中華民國是什麼？是中國政府。而你在第2條你又同意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那我問你，你日本有什麼可以模糊账的？不是我不站在中華民國立場，而是賴清德不站在中華民國立場。我中華民國立场的講法我講過很多次了。中華民國立場後來是怎麼做呢？就是在中日台北合約的基礎上承認舊金山合約，並且寫明台灣的這個主權是中華民國政府來實施的。因為本來這些模糊空間是怎樣，就是你不去挑事，模糊空間就出來；你去挑事，模糊空間就不出來了。所以叫戰略清晰。你賴清德玩戰略清晰，自然而然北京政府也会玩戰略清晰。鄭麗文抱持的最大的善意來溝通兩岸，有序的推動兩岸的交流。所以國台辦也是北京當局給予最大的善意是什麼？
兩岸在1992年各自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那裡面各自表述的意思是什麼？你說中華民國，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我沒有講出來。簡單來講啦，到目前為止，大陸是不接受高市早苗的一個調整，這一次沒有含混的空間，而且進一步，大陸甚至在積極的推進，把這個東西講得更清晰。